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velyn。就在3个月之前呢，我决定正式成为一名全职的 UP 主。我曾经是那种信心满满的，期待为你们展现我30加移民美国之后的生活。但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说实话，我被无休止的焦虑和迷茫所折磨，也在不间断的思考和自我审视中快速成长。这段经历启发我重新看待生活。所以这条视频，我想拍给和我一样处在迷茫期的 UP 主们，也想拍给屏幕前正在遭遇生活困境的你们。有时候呢，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，反而能收获前所未有的意义。我们通常会认为并非我们主动选择的，而是被迫被安排的去做一件事儿。一旦陷入被动，就等于把自己丢进不利之地。其实呢，我觉得有时候没有选择不见得是坏事儿。就拿我自己举例吧，我在做 UP 主之前的雄心壮志和之后的那种坎坷摸索，真的让我无数次想放弃。我就曾经想说，我就算哪怕不做自媒体，我也有很多其他选择，何必每天在这儿折磨自己呢？直到有一天，我沮丧地和别人倾诉我那种想退缩的心情，对方告诉我说，在他过半的人生中，有一件没有选择的事儿反而成就了他。他说他做了很久的单亲父亲，当年是为了养女儿被迫打好几份工，累得昏天黑地。他当时没有退路，只能往前走，而且也不知道何时是尽头。但如今回忆起来，他说那段没有选择的时光是他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日子，没有任何一次成功的喜悦能与之相比。绝处逢生就是这个道理。疫情之后呢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，其实都面临着整体大环境的波动，广裁员，就业难，失业待业一定会让你非常焦虑、绝望和无助，但它也可以是契机。我身边不乏有这样的例子，很多工作多年的朋友，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职业规划和总结，而在失业之后呢，一股脑把这些都理清了。他们开始反思自己是否走进了正确的赛道，是否真的热爱这一行业。那在 gap 期，我们可以和不同领域的人交流，学习一些新的技能，寻找新的可能性。无论是转行、创业，或者是留学深造，其实都是重新洗牌的机会。我以前总习惯说，如果失败了，我就怎样怎样。但现在我放弃做这种假设，因为当你开始假设如果的时候，你会在每一次挑战面前变得瞻前顾后，不能100%投入其中。而长此以往，潜意识里的那个如果会不自觉引你走到假设的结果当中。而当我们眼前只有这一条路，我们唯有勤恳踏实心无旁骛的去做，我们才能专注于做事，而不再专注于结果。第二点呢，分享生活需要先生活。其实和很多自媒体人一样，在我没进入这个流量池之前，我很难想象其中的惊涛骇浪。最近网上流行 UP 主停更潮，我觉得自己感同身受。大家都说城市呢需要天时地利人和。首先呢，我错过了自媒体的黄金增长期，这个赛道已经饱和。我记得2015、16年，就是在直播风口的时候，我在朋友婚礼上直播了一次，涨粉2万；在健身的 app 发了几张运动的自拍，立马涨粉5000。而现在呢，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心思去运营，但效果甚微。再者说，各平台创作激励多次动刀，甲方合作费用紧缩，用户消费变得谨慎，自媒体人基本上是用爱发电，这也导致很多人撑不下去。最后说到观众，正如我前面所讲的，就在疫情之后，很多人生存都是问题，那他们对内容必然会失去耐心，变得更加挑剔。面对这样的现状，我其实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和时间，我不信邪的就是想搏一把。结果呢，就是我发现一个爱读书、承诺观众会分享读书内容的博主，根本没有时间读书。哪怕我在运动，脑子里也构思着新视频，我就是想单纯的放松，刷刷手机玩一玩。但是不自觉的，我又开始点击那些头部主播的账号，学习他们的剪辑手法。我在电脑前一坐就是12小时，省掉了午饭，牺牲掉健康。最讽刺的是，我的初心是分享生活，但我已经没有了生活。这让我开始反思，在社交媒体的虚幻世界中，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力图打造一个看似完美的自我形象，而忽略了真正的生活和情感交流。
比如说吃饭前先拍照，聚会中玩手机，旅行的时候呢，在相机的小小取景框中看风景，这已经成为了常态。表现自己已经无关何时何地何人，我们分享的是那些精挑细选后的唯美，而不再是生活的真意。当我意识到这点之后，我选择干脆在疲惫时就停更1周吧。当没有想分享的内容时，就不要逼自己追热点。我开始有时间阅读那些搁置已久的大部头，玩那些心心念念的游戏。周末呢，和爱人走进自然，徒步登山，开心开心。生活本身是有价值的，当越来越远离真正的生活，也就失去了它本有的内涵和意义。其实呢，做 UP 主也有非常多正面的收获啦。比如说，当每周都有固定的投放时间，就相当于给时间加了一把尺子，量化了生活的刻度。无论是规划创作日程，还是说当我回看往期视频的内容，都让我更加明确时间流逝的速度。我开始认真的计划分秒，填满日程表所带来的那种充实感，真的特别让人着迷。在之前的视频中呢，我也分享过，搭建系统的日程规划可以提升时间的管理能力，可以提高工作效率，优化这个工作质量。那在无计划的生活中，那些我们浪费掉的时间就这样被捡了回来。做 UP 主之后呢，这个习惯在促进我的个人成长和生活质量方面也有很积极的作用。就比如说，当看到自己的工作时间远远大于了生活的时候，我就要及时复盘，调整目标，做出取舍。再比如呢， UP 主需要保持对细节的敏锐度，为了捕捉最好的画面，我重拾了对日常生活小事的热情。我就像个对世界什么都很好奇的孩子一样，我会观察地上排队搬运的蚂蚁，绕着树枝爬行的瓢虫，趴在石头上休息的蜥蜴。那不打扰你了，我们走了，我们绕着你走，好吧？我开始留意生命的脆弱，发现了一只在纱窗上腿被困住而死掉的蜜蜂。我前几天看到它的时候还不知道它已经死了，然后观察了好几天，它已经不是第一只这样死掉的蜜蜂了。昨天我们那个纱网上也发现了一只，然后我们弹这个纱窗想让它出去，但是发现它已经死了。在我徒步时突然飞进我眼里的小虫，我感觉有一个飞虫一下飞到我眼睛里，然后就是特别疼特别辣，就睁不开，然后就开始流眼泪，但是我翻眼睛又没有找到。我当时觉得它就是进到我眼睛下面了，可是到家之后呢，然后对着镜子把那个眼睛翻下来，然后正好就真的在纸上有那个死掉的小虫子。天哪，它在我眼睛里待了好几个小时，我就一直感觉到有点不舒服。当我走出家门，到更多更远的地方，原本呢是为了激发灵感去做的尝试，反而让我获得了比创作内容更广维度的关乎生命的存在与消失。当你被世间那些鸡毛蒜皮的琐事烦扰的时候，就不妨跳脱出当下的这个3寸之地，把自己丢进更广阔的环境中，用那种上帝的视角俯视那些弱小的生命个体。你会发现，我们也不过是沧海一粟，生命不过如此的短暂和不堪一击。放下执念，放眼身边，那里自有答案。实话说呢， UP 主其实是一个有终点的身份，但我对生活的观察、记录和反思没有休止，每一段经历都有意义，重要的是你如何看待它。好啦，那这就是我今天想和你们分享的内容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想看的，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